嗨，大家好，今天2月27日啊，这个2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今天呢，先看一看標普啊，標普呢1月份的收盤呢是6939.02啊，反正這個月呢基本上就是很難收到6939.02以上了，可能還收在1月份以下啊。1月份的開盤價是6878.11啊，昨天的收盤價呢，標普指數是6908.86啊。現在如果說是要跌過1月份的開盤點，其實也就40個點啊，40個點對於現在的標普也就差不多0.6%的一個跌幅。現在呢，期貨指數呢，標普已經跌了0.55啊。如果今天 PPI 再出點問題的話再加上這個昨天 CRWV 的這個拖累啊，有可能直接就把標普就拖下去了，可能會月線直接收紅了，就是還低於。一是低於1月份的開盤收盤價，二是可能全年現在標普還是負的啊，就看今天收盤了很可能2個月標普還是一個負的狀態啊，就是反正最近市場很操蛋啊，大家也有點耐心啊，這個呢沒有辦法，好吧，這個是對於整個大盤的一個說法啊，然後我們先說一說其他的一些消息啊，然後再去說昨天的幾份財報的問題啊。首先呢，說這個Netflix 啊 ，Netflix 呢，因為估值過高呢，退出了對華納兄弟的收購，所以呢，昨天盤後呢就股價暴漲，然後呢，現在這個派拉蒙呢就贏得了這場800億美元的收購戰啊，這個是其一啊，第一個大的要點。第二呢，Stellantis 在巨額虧損之後呢，決定放棄純電動項目啊，轉而進入混合動力和燃油機業務啊，所以電動車這個行業，我本身就說它一直就是他媽的一個大騙局啊，特別是。別跟我扯什麼無人駕駛或者自動駕駛這些事情因為我是妥妥的一個非常喜歡自駕的人，你如果讓我去開無人駕駛車，那對於我來說開車沒有任何意義了，對吧？我是喜歡駕駛快感的，所以電動車對於我來說沒有快感啊，我還是喜歡燃油機，這個是我本身自身的這個喜好決定的啊，所以呢，再加上最近大家也發現了，這個放棄電動車項目的公司越來越多啊，福特也在砍，然後包括這個這個叫什麼鬼？這個做豪車的那家我一下想不起名字了，也把這個電動車給砍掉了啊，就是純電動的跑車也砍掉了啊，基本上就不會往這方向去走啊。我之前呢一直就說，這個電動車基本上就是在燃油車和氫能源汽車之間的一個過渡品啊，本身現在這個豐田的氫能源汽車發展的也不錯啊，至於什麼時候下線呢就是真正開始銷售，我們再等等看啊，拭目以待啊。這方面呢，我是一直在關注的啊。氫能源呢，其實還是比較好的一個板塊啊，但是至於為什麼好呢？我在這個年初的展望裡邊已經說過了啊。今年呢，美國的氫能源估計會有一波爆紅，但是現在還沒有來啊。但是龍頭呢是漲得非常不錯了好吧，這個就先說到多扯兩句啊，然後再說。伯克希爾哈撒韋這個股東信啊，這就是巴菲特離職不叫離職啊，就是卸任之後第一次新的運營官，這個阿貝爾寫的股東信啊，基本上呢還是聚焦於這個長期投資。雖然金價呢突破了5000美金的大關，但是在長期複利的回報上優質股票依然是顯著優於黃金等對沖性資產的這個我是一直在講這個事情。那麼黃金就是這2年漲太猛，特別是去年搞得很多人就覺得炒股票不如買黃金。OK， 那是你的事情這個。反正總有一天它是會下去的，而且黃金這種鬼東西，一不勝稀，二真的這個打仗的時候你換個米你都換不回來，我不知道買它幹嘛反正我是不會去買的。你們有錢人的資產增值的概念我不懂我反正沒錢，好吧我的錢基本上都在市場裡邊我是不會去很少配置黃金的，雖然也有不會去重倉，好吧。這樣先說到這裡說到這裡呢，我們去說一說昨天的幾份財報昨天呢。首先呢，還是回到 CRWV，CRWV 呢，昨天我只是說了一下 EPS 和 Revenue 今天呢看了一下這個電話會議的記錄，電話會議的記錄呢，絕對的核心標準呢依然是驚人的訂單增長，訂單增長沒有意義，它的 Revenue 才漲得多點然後 EPS 跌成那個鬼樣子，你為股東帶不來回報，你訂單增長有什麼用而且昨天有人去翻了他的這個財務報表，我沒有去細看，有人去翻了財務報表，他現在每收入1塊錢，折舊要幹掉差不多6毛。那這個有什麼意義呢？這種公司活着的意義是什麼？誰能告訴我這種公司活着的意義是什麼？有什麼意義就因為他媽是所謂英偉達的親兒子，所以就能上漲是嗎？反正現在盤這個季後是重挫現在跌了12.3%，今天會不會跌到20%我不知道這家公司就不該上市，這家公司就他媽應該退市，一家破爛，好吧？這是我對於 CRWV 的一個看法。然後我再去說一說這個 XYZ 呢，昨天這個盤後說裁員，然後引致股價大漲現在盤前還在上漲。然後說這個什麼 AI agent 什麼鬼反正就是又引發了這個AI 替代軟件行業的一個擔憂又把軟件行業給砸下去了，又把 SaaS 給砸下去了。這個市場現在是多少人認知有問題？你們有沒有好好去研究過 XYZ 是幹嘛的XYZ 的2個 APP， 一個是網絡銀行，一個是他媽餐館收銀端的系統，這種公司也能算 SaaS 公司嗎？
啊，它最多是一个軟件公司，而且在它砍在裁員的這個過程當中，2月份它的 APP 出現了3次無法連接啊，就是出問題而且修復賊慢的情況。這種裁員有什麼意義？我不知道現在這個市場是瘋掉了還是幹嘛啊？見到 AI 一吹就要去買，就要暴漲是吧？然後呢，這家公司還出了一個問題，最關鍵的問題是它為什麼裁員？他裁員是因為他自己營收不好，大家去看看他前面的財務報表好不好？他裁員是因為自己營收不好，然後就因為用 AI 來包裝啊，吹噓自己 AI 替代，其實是他媽因為經營不善，這種東西也能引致股價上漲，是市場瘋了還是我瘋了啊？反正最近的市場我是看不懂啊，我所以也不進啊，我就去做我知道的東西，我這些都是我認知之外的錢，我賺不了啊，我不去賺啊，誰有本事賺誰賺，好吧？這種公司我是不會去買的啊，這種。純純的一個 fintech 的公司啊，所謂說它 fintech 是因為它有網絡銀行，否則他媽的就是一個支付端這個支付系統的收銀系統的一家軟件公司。這種公司有什麼價值啊？要科技沒科技，就最多是有個銀行啊，銀行裡邊還全是他媽的非口分數極低、信用不好的人啊。這種傳統銀行開賬戶開不出來，才去用它這個網絡銀行，這種公司有什麼價值？為什麼要暴漲啊？自己運營不行了，然後裁員，然後對外宣稱是因為AI 加持所以裁員啊。以這種理由來說，然後說完了自己開始漲股價，這個市場是已經瘋掉了啊！就是現在對於 AI 的這種熱情或者對 AI 的認知，已經是畸形的一種態度了，好吧？然後就說到這裡吧哈，不噴了啊！這個最近噴的有點多，一天噴英偉達，昨天又噴4RWV 對吧？今天又噴 XYZ，無所謂了哈。大家見諒一下，確實是看不下去這些公司啊，看不下去現在市場的某些狗屁邏輯啊，我不知道到底在幹嘛。XYZ 這種公司裁員也好，幹嘛也好，對這種按席位計費的 SaaS 軟件公司有什麼影響啊？昨天盤後集體把 SaaS 軟件和軟件也都砸下來，連 Microsoft 都砸下來。你跟 Microsoft 有什麼競爭力？有什麼同業競爭的關係啊？這個市場是已經有毛病了，我覺得真的啊，算了，不罵了，好吧，就先說到這裡啊，祝大家交易順利啊，拜拜。